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Ivy。今天想给大家讲的一个话题是我在5月份录的一期视频，我立了一个 flag， 就是说我这个月要继续我的，也不说减肥，继续我的健身事业。我可以在这里放上我的对比，你们可以看到我的体重降了2公斤，体脂肪减了2%。肌肉率增加了2%，基本上是达到了我预期的目标。总的来说，我这个月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我实行了生酮，然后再和一帮朋友一起每天做100个佛身打卡。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告诉你，我做下来了30天，一天都没有落下。至于说生酮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。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听说keto diet，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实施过。但是因为这次疫情，体脂突然飙高，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不是非常努力的去健身，可能要降低体脂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。于是就开始了我的生酮之旅。什么是生酮？如果你要搜索 Google，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评论，很多的知识性论文，根本就不需要我在这里讲。可是我每次跟朋友提到生酮的时候，还是有人总是在问什么是生酮，好像大家都不习惯问 Google。你也可以直接搜 keto diet， 这样英文的资料会更多。但是我还是在这里简短的介绍一下，对那些对生酮饮食没有任何了解的朋友们，也可以很快的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饮食。你知道人类其实摄取了很多糖和碳水化合物，这些东西对我们身体都是有一个刺激性作用的，而且并且能够让人产生快乐和满足感，特别是饱足感。其实在我们生活中，我们是摄取了非常多的碳水和糖分。严格的生酮是基本上不摄取任何的糖和碳水，但是这个很难拒绝到0，所以都会有很少比例的碳水和糖。我自己实际上是执行的非常严格的生酮，尤其是最后2周。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第1周和第2周总会有一些改变。生酮实际上就是减少你的碳水和糖的吸收，反过来用蛋白质和脂肪作为你主要的能量吸收。蛋白质大家都懂啊，鸡鸭鱼肉都是蛋白质。脂肪最好是建议，我看到的文章都是建议要用比较好的脂肪，所以我在这1个月当中全部都是吃的橄榄油、黄油和椰子油。实际上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椰子油，然后这次居然还吃了很多椰子油。即使是生酮饮食，实际上还是要对热量有个控制，可是我到最后2周基本上都没有控制。我都说了，我都已经开始生酮了，这么艰难的一个过程，你还让我控制热量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超过我自己本身的基础代谢率。至于说生酮的原理，实际上就是增加你胰岛素的敏感度。为什么糖尿病人需要打胰岛素？就是因为他们身体中的胰岛素已经基本上不敏感了，任何他们吸收的糖和碳水都会对他们造成很大的负担，所以必须要打胰岛素，消耗这些身体中不需要的这些糖和碳水。但是当你减少糖和碳水的时候，就逼迫着你的身体必须要消耗脂肪来维持你整个的新陈代谢和血糖。这大概就是生酮饮食为什么会对你身体有益的一个基本原理。说说我整个1个月下来生酮的体验吧。第1周毕竟家里还剩了一些过去的青菜和水果，我就把它吃完了。虽然量只是存量，所以量不是特别多。可以说好像有2个红薯，有半个大白菜。其实大白菜的碳水不是特别多，但是我看了很多，都没有特别的说到这个大白菜。大家都普遍提议的是深绿色的青菜，我记得好像还有2个胡萝卜，所以我就把那些蔬菜都吃完了。那些蔬菜都属于碳水比较高的。水果记得当时还有几个杏子属于含糖量比较高的，所以就把它吃完了。在第1周，第2周开始就已经明显的减少了，基本上就没有了。到了第3周、第4周的时候就是很严格。第2周的时候呢，待会我会告诉你们有哪些
坚果其实实际上含碳水量也是很高的，就是腰果。我第2周的时候吃了还蛮多腰果，把家里的腰果全都吃完了。到了第3周、第4周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很严格的生酮，对自己的摄取量都有一个严格的控制。我可能每天唯一的糖的吸收就是我每天早上有一个奇异果，而且只是一个奇异果。我其实也有想过，因为青色的奇异果含糖量要比黄色的奇异果含糖量少很多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金色的，所以我就给自己怎么说一个唯一放松的借口，就是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黄色的奇异果。其实我本人从小到大都是非常喜欢吃肉的，所以吃肉对我来说并不是件很痛苦的事情。而且我这个月尝试了很多自己做不同的肉的方法，从鸡胸肉、猪肉、牛肉。后来我看到哪一个博主说，其实吃内脏也很好，然后我就开始从鸡胗、鸭胗、鸭肝、牛肝。自己还做了2次牛肝，味道还是很不错的，所以这部分对我来说并不是非常艰难的事情。蛋白质容易，对我来说比较难的可能是脂肪的摄取量。我在第2周和第3周的时候，脂肪量应该是明显没有达到的，所以在第2周和第3周的中间，我开始在喝防弹咖啡。我给有些朋友提到了防弹咖啡，他们说那个有多恶心啊！其实我在没有喝过之前也觉得会很恶心，可是实际上在我自己实际操作起来，觉得其实味道还不错。防弹咖啡就是用黑咖啡加上黄油，还可以再加上椰子油或者是 MCT 油打，然后黄油实际上就提供了牛奶的香味，而且因为咖啡的温度比较高嘛，实际上你在喝的时候并没有很重的油味，尤其是像椰子油是没有任何油味的，你反而有一股清香味，所以喝起来不是那么艰难。但是每次看到杯底还是有一些残留的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为什么要逼着自己喝这么恶心的东西？但是现在也觉得这个防弹咖啡并不是很难喝，所以如果你想生酮，光吃肉是不够的，你一定要保证自己身体的脂肪也要跟上。我并没有买什么生酮的测试，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什么生酮的试纸，还有一种呼气的机器，还有一种是夹手指的机器。我本来有想买，可是都没有尝试。可是我到第2周的最后，明显感觉到自己入酮了，因为我一直有隔一天跑1次步的习惯嘛。我在第2周的最后跑步的时候，明显感到身体无比的疲惫。我当天是决定跑一个15还是18公里的长跑，可是我到第8公里的时候就觉得我身体完全已经掏空了的感觉，所以直接就返回了。所以那天就是跑的10公里。可是我必须要说，过了那个坎以后，之后跑步就会轻松很多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比起以前没有吃生酮的时候，跑步还是会吃亏一些。就是到最后的几公里，你明显感觉到身体那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。所以这是我对生酮生理上最真实的体会。整个生酮下来，对我来说最难的其实是不吃水果。我自己是一个非常爱吃水果的人，我没有仔细算过，但是我相信在我的花费当中，食物里水果的比重是占得相当大的。可是在这1个月之内，我主要吃的水果就是牛油果。我每天早上基本上就是牛油果打蓝莓，吃到最后的时候，我已经对牛油果已经崩溃了。我说什么时候我才能减少不吃牛油果？因为牛油果它首先不含糖分，而且含有很好的植物脂肪。其实我是很喜欢吃牛油果，但是就有一点吃伤了的感觉。但是我必须要说，我还是很喜欢。我待会也会给一张列表，什么样的水果是可以吃的。这个季节是樱桃上市的季节。我看到那些樱桃，我真的是每一次都很想买，可是到最后忍住了没有买。所以明天我就解除生酮，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1公斤的樱桃，让我自己吃个够。就在我录视频的当中，我的外卖到了。是的，因为今天是我生酮的最后一天，我还是点了肉。我点了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说不定我可以改变成做吃播的可能。哇哦，这是香酥猪蹄，
还有一份我就不打开了，这是一份牛肉鱼香茄子。最后我还点了一份汤圆，但是我今天并不会吃，就像我自己立的 flag， 明天6月份，明天就是我吃这份汤圆的日子。就像我说的，吃肉对我来说不难，但是停吃水果对我来说真的是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。你们之前已经看到了我体重和体脂的变化，我再说一下我身体其他的变化。我量了一下我的大腿，瘦了2厘米，左边和右边都是。但是我有做一个瘦大腿的练习，我会在另外一支视频里说一下我做那个视频的感受。我的腰没有瘦，但是肚脐的地方瘦了，就是可以算是下腹部吧。我的腰一点都没有瘦，然后肚脐地方居然瘦了5厘米，从74减到69。手臂还是和上一次量的时候一样，我中间可能有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做俯卧撑手臂有加粗，但是我完全没有，胸没变。不是说俯卧撑是可以扩胸的吗？怎么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呢？现在是剪辑时候的Ivy，我想插一句，昨天忘记说了的，生酮对我来说，除了体脂的降低和肌肉率的增加，更重要的还有一点是我切身体会到，是我皮肤变好。不是说皮肤变得有多光滑，但是我是属于很容易长痘，尤其是生理期前后，这个嘴角和下巴一定会冒痘的，就是10几年都没有变的。但是在生酮期间，我没有冒过1次痘，而且整体皮肤都没有什么泛红啊、起皮这种状况。所以生酮对皮肤的改善是在很短的时间你就可以体会到。我们经常会说自己冒痘可能是因为上火啊什么的，实际上有可能是直接被糖和碳水的吸收而影响到了。这就是我想插播的一段。现在我就说一下有哪些坚果或者是水果和蔬菜是最适合生酮吃的，也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，因为毕竟平时我们都会觉得这些食物是比较健康的嘛，实际上这些食物中有很多蔬菜也是含了很多的碳水。坚果总的来说都还不算很多，但是你必须要注意少吃开心果和腰果，这2个坚果的碳水化合物含的是非常的高。至于说蔬菜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像土茎类的，像什么土豆啊、红薯啊、洋芋啊，甚至胡萝卜都最好是少吃。绿色的蔬菜完全可以，像好像最低的是笋瓜，再就是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什么西兰花，还有什么呀？菠菜、花菜也是不错，再就是蘑菇，这些都是非常健康的食物。至于说水果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了，我刚才已经说了，牛油果之外还有柠檬、青柠，还有橄榄都可以多吃。但是你看这说的几种都是甜分含的非常少的，水果普遍来说碳水都不是很多，但是糖分都相对来说会比较高。但是如果你一定要避免吃糖分非常高的，那就是很多热带水果，像菠萝、芒果，我不知道榴莲，但我相信对于这种热带水果甜度很高的，糖分都是相当的高，所以都要少吃。这1个月的经历下来，我认为生酮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。但是我想说有一件事，就是我自己身在法国，我是非常喜欢吃奶酪的。我知道自己有一点点对奶酪不是特别的好吸收，因为怎么说呢，我每次吃完奶酪都会感觉有点胀气。这次生酮期间，因为每天都有认真的观测早晚的体重变化嘛，真的是我有一周，好像是第3周的时候，在第2周的最后和第3周的中间，我有吃奶酪。在那一段时间里的我的数据基本上完全没有变化，体重没有变，体脂没有变。通过这一次的生酮，我也知道自己原来是可能对奶酪有一点不耐受，这也会影响我整个身体的新陈代谢。可是有些东西可着自己那么紧干什么呢？生活嘛，就要放纵一下，我还是不会停止我对奶酪的爱。好啦，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。我前面的这2盆菜简直是香到一个不行，我必须要现在就开始吃我的晚餐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了个拜。
Take a moment right here, feeling like it's out gear, driving towards the sun with the